停尸间里躺着一具无名尸，可系统比对出来的结果却指向一个还活着的人。更麻烦的是，只要制度先认定你死了，你活着也不一定算数。第5案，制度杀人，活人被判死刑。中午的街很吵，不是热闹，是那种你走在里面会觉得自己被人流推着走的吵。我只是出来买午餐，手上拿着一张菜单，已经犹豫了3分钟。不是因为选择困难，是因为我讨厌做决定。我正准备随便指一家，看到前方人群里有个熟悉的背影，连帽外套，帽子戴着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走路很随意，但不邋遢。我本来不会主动跟不熟的人打招呼，但上一次他把奖金全送给我，还送了布丁狗蛋糕。那种暖很烦，因为会让你不小心记得。我走快2步，停在他旁边，用最不热情的方式开口：“你不是很忙吗？怎么还有空在这浪费空气？”瑞芝回头，愣了半秒。哦，你居然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？我本来不会，但你上次那个蛋糕太犯规。我只是怕你下次送错口味，浪费资源。原来是怕蛋糕浪费，我还以为你是怕我走丢。你走丢就走丢，关我什么事？停，你这个小傲娇，你要去买午餐？我举起菜单，看不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你现在很像那种嘴上说随便，心里每个选项都在嫌弃。我瞪他一眼。你今天嘴巴又开始找麻烦了？我哪有？我是在确认你还活着，不然你饿起来会很可怕。我饿起来也不关你事。当然关我事，你要是饿到发火，我怕我这条街都会被你嫌弃。你废话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你快去吃饭，别等一下又说是我害你饿。他说完，像真的要走了，转身就要往人群里钻，动作很自然，没拖泥带水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又低头看了眼手里的菜单，菜单上的字突然变得很烦。我差点脱口而出，要不要一起吃？下一秒又把那句话吞回去，太丢脸。所以我换成更嘴硬的问法：你要去哪？瑞芝停了一下，回头：有个案子，我要先去处理。什么案子？不算大案，但有意思。你这种人说有意思，通常代表麻烦。停尸间有一具无名尸，系统比对结果，指纹和牙齿指向一个还活着的人。是谁？律师，知名大所的合伙人，脾气很差，很大牌那种。我现在要去停尸间看看。我本来想说，那你去啊，但我嘴巴还没开，话就先换成了另一种。要不要我帮忙？瑞芝明显愣了一下。这种小案子你也要去？案子小不小跟我无关，我只看有没有去。而且你刚刚不是说我饿起来很可怕？那你最好让我忙一点，免得我乱发火。我话说完，没等他回答，我直接把菜单折起来塞进包里，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往前走。走，带路。瑞芝被拉着走。你这是自愿加班？我只是顺便。我又补一句，想把条件讲清楚才不亏。案子破了，你请我吃大餐。瑞芝宠溺地笑了一下。好好好。我嘴角上扬，拉着瑞芝走。那就快走吧，我等不及了。到了停尸间，停尸间很冷，冷到你讲话会自动变小声，因为你会觉得太大声是一种不礼貌。无名尸躺在金属台上，脸被盖着，只露出手，皮肤发灰，指尖发硬。法医在一旁说着：初步死亡时间36小时左右，发现地点在城北和地下，身上没有证件，随身物也少。我们先按无名尸流程走。我看向瑞芝：你说系统对到顾成耀？对，指纹先跳出来，后来牙齿影像也一致，名字就是他。瑞芝的副手说：我把比对报告带来了，匹配度很高，2个系统都回传一致。我第一反应不是鬼，也不是系统坏，而是有人在让他对上。
因为系统不会自己决定你是谁，系统只会吞下别人喂给他的资料。我走进尸体的手戴手套，先不看脸，先看细节。指甲缝里有金属粉，像钥匙削出来的碎屑。手腕有一圈淡淡的压痕，像束带固定过，但压痕不深，像摆放而不是搏斗。我说，这具尸体不像被粗暴处理，更像被整理过。所以你觉得是有人拿它来做文章？不是文章，是流程。有人想用一具尸体把顾承耀在制度里杀掉。顾承耀本人呢？正在联络，他很不爽，觉得警方在骚扰他。越不爽的人越容易露破绽。走，去看活的那个。律师事务所很亮，亮得像要把世界照成他想要的样子。我们进去时，前台就先挡住我们，说顾律师很忙，警方如果要问讯请走程序，说不接受无预约到访。瑞芝没有跟他吵，只很客气地出示证件，语气平稳的像在念天气。紧急案件，我们只需要顾律师5分钟。前台犹豫，最后还是把我们带进会议室。顾承耀坐在长桌尽头，西装整齐，表情像在审判我们。你们警方现在连基本礼貌都没有。我在开会，你们闯进来想干嘛？顾律师，停尸间有一具无名尸，系统比对结果指向你，我们需要确认你的安全，并核对一些资料。顾承耀冷笑说着。确认我的安全？你们是觉得我死了，还是你们系统坏了，需要我来教你们怎么做事？他视线扫过瑞芝，停在警用证件上，像看一块廉价塑料。副队长，你们这种层级也能处理这种事？还是说你们只是想借我名字刷存在感？瑞芝还没回，我先开口。你现在系统里已经是死人了，你要继续摆架子也可以，但你摆久一点，你的账户就会更快被冻结。顾承耀脸色微微一变，但他很快又恢复傲慢。你是谁？你不是警察，你没有资格对我讲话。我看着他，你也没有资格对我朋友不礼貌。这可能是顾承耀律师成名之路上第一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，显然愣住，不知道怎么反应。会议室空气停了1秒，瑞芝侧过头看我一眼，很轻，带着温柔跟感谢。我继续接着说，顾律师，你的身份被人盗用，你的制度世界正在把你埋掉。你再用这种口气，我就不帮你查。你可以继续当你高贵的合伙人，然后看着自己在资料里死掉。他终于沉默了2秒，像第一次意识到，这不是他能靠嘴赢的事。顾律师，我们需要你配合2件事：第一，核对你的近期行程；第二，核对你的身份资料有没有被人接触。顾承耀冷冷抛出一句：你们最好快一点，我的时间比你们贵。我心里想，你这句话今天会害了你。我们把顾承耀带回警局核对，不是拘留，是保护，也是逼他面对现实。副队，雨洁小姐，银行那边回报了，顾承耀名下其中一个账户已经被系统标记死亡风险。如果死亡注记正式进到户政端，账户会自动冻结。顾承耀皱眉，荒谬，我活得好好的。制度不在乎你活不活，制度只在乎你的资料是不是活着。我把停尸间建档资料摊开，无名尸被输入成顾承耀的时间凌晨3点12。操作端外包窗口账号，你凌晨3点12在干嘛？睡觉，我有门锁记录。所以有人用外包账号把尸体变成你，目的不是吓你，是夺走你在制度里拥有的东西。你最近手上最敏感的案子是什么？他想硬撑，最后还是吐出一个旧城改建案，牵扯拆迁、补偿、纠纷、利益。我代理其中一方，合法。合法的东西最常被非法的人惦记。瑞芝把一段监视器放上荧幕，
停尸间侧门走廊，一个戴帽子的人刷卡进来，身形、步态，甚至右肩微微下沉的习惯，都像顾成耀。刷卡记录显示，用的是顾成耀的律师证卡号。顾成耀脸色瞬间沉下去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去停尸间，那地方很脏。你嫌脏没用，卡说你去过，系统也说你死了。你现在只有2条路，配合或者继续当死人。他拍桌，有人偷了我的卡，有人盗刷。我盯着他，卡平常放哪？办公室抽屉，只有我跟秘书能开。我心里只想笑，只有我跟秘书。这句话是世界上最常被偷的安全感。我转向瑞芝说，查2件事。第一，这张卡有没有被复制记录？第二，停尸间那个外包窗口账号最近谁在用？瑞芝看向副手点头。收到。顾成耀又想开口羞辱，我直接切断。你再对瑞芝不敬一次，我就让你自己去跟制度沟通，制度会很客气的把你埋掉。他终于闭嘴。我们开始核对顾成耀的财务与权限。制度杀人最爱的就是账户、授权、签核。我翻他的账户往来摘要，看到一条很奇怪的固定转账，每个月同一天，金额不大，但很规律。对象账户名称很干净，像故意不让人注意。如果不是违法，为什么遮遮掩掩？一个事业有成又傲慢的男人，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我抬头看他，语气很平。顾律师，配合查案，手机给我。你凭什么？你现在是制度里的死人，你还想谈凭什么？他脸色一沉，把手机丢到桌上，像施舍。我接过手机，表面在查证，实际上我只是顺手做了一点点让世界更公平的小调整，不多，也不吵，只是一个傲慢的人应得的后果。瑞芝在旁边看到了我的手指停顿，他正要开口，我抬眼对他露出一个很调皮的微笑，那种笑的意思很清楚。别说话。瑞芝停住了，没有问，没有追，只是默默把视线移开，像把信任直接放下来。这点很犯规。我回停尸间再看无名尸，换一个角度，不是他是谁，而是他被用来做什么。要让系统对上顾成耀3条路：一、篡改比对结果；二、污染样本；三、流程替换，把死亡送进制度。我让剑石调出指纹原始卡与系统回传模板，人工比对。法医在一旁说着，系统显示高度匹配，但人工细看有几处关键纹理对不上，像是模板被套上去了。我点头没有说话。所以不是尸体指纹像顾成耀，是有人让系统相信他像。再看牙齿，牙齿档案对上，可牙根旧损角度差一点点，只有专业的人才看得出来。这不是要骗法医，是要骗系统。系统只要你够像，就会帮你把后面流程自动跑完。这就是制度杀人。不杀人，杀身份。要让活人被登记死亡，需要的是权限、窗口、表格。是那些天天碰流程的人，外包窗口、送件跑腿、殡葬代办、诊所文书。瑞芝副手说着，外包窗口账号凌晨3点12有登录，登录地点不是停尸间，是市区一间小诊所的文书端。那间诊所最近1个月频繁跑各种证明流程。诊所，制度的侧门。我拉着瑞芝说，走。顾成耀跟着，满脸不爽，一路摆架子。你们要我去那种地方？你不去也行，但你不去，你就继续在制度里死着。他咬牙闭嘴。诊所不大，柜台后堆满资料夹，窗口小姐笑得很职业。职业笑最危险，因为她习惯把不合理变合理。
瑞芝亮证件，很客气地问昨晚谁登录。窗口说不记得，说晚上没人，说系统自动更新。我不跟他吵，我只看他桌上的印泥，颜色偏紫，廉价，跟假公文的颜色很像。我还没开口，瑞芝副手从后门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叠被撕碎的表格。我在垃圾桶找到这个，拼起来是死亡送件表，姓名栏写顾成耀，身份证号也是，送件人栏邱启文，职业理赔顾问代办。窗口小姐的脸瞬间就白了，我冷笑看向窗口小姐，邱启文，他不是要你们治病，他是来见你们的制度杀人。邱启文这种人不是大集团，但他更可怕，因为他懂得让世界和法地对你动手。很快，顾成耀的事务所收到一封信，今晚7点前去指定地点签撤案声明，不然你就永远死在制度里。顾成耀脸色变了，他们要我退出就成改建案？对，死人不能出庭，死人不能代理，制度会自动把你踢出去。你不用死，你只要被做成死人就够了。他咬牙，终于不再嘴硬。我们不去谈撤案，我们去抓流程的手。要做成这件事，他们必做2件事。第一，把死亡送进系统。第二，用顾成耀的卡刷进停尸间，让他出现过成立。卡不是偷，是复制。复制需要短暂接触。我让瑞芝副手查，最近1周谁频繁出入顾成耀事务所，但不是员工。很快，我们圈出一个文件代送员，每次都很客气，签收很规范，规范到像在演。我和瑞芝默契地看着彼此一眼。不控。我们开始吧。布控，抓人，保护顾成耀。他虽然讨厌，但他是受害者。顾成耀想插话，我看他一眼。你今晚照我们说的做。你要活着，先学会闭嘴。他气到发抖，但忍了。指定地点是一栋旧办公楼2楼，电梯坏，楼梯窄，很适合让人慌。出入口都封了，楼梯口有人守，后门也有人。瑞芝和我上楼，他一路很安静，那种安静不是没话说，是把话留给行动。楼梯转角处光线很差，他停了一下，伸手把我往后带了半步，动作很自然，像呼吸一样。我一瞬间就站到了他身后，我皱眉看向他，我们没有说话，只是用眼神交流。这里又不是上次那种会开枪的场面。乖，别闹。他没解释太多，只是回头对我笑了一下。那种笑很讨厌，因为很宠溺，像在说就算不危险也小心点。我不甘心，但又有点暖，所以我只能哼一声，乖乖走在他身后。房内一张桌，一份撤案声明，一支笔，一台摄影机。他们想记录顾成耀低头那一刻。10分钟后，门被推开，邱启文进来，像业务一样笑，说着：“顾律师，久等了，你只要签了就能复活，划算吧？”我和瑞芝从另一边角落走出来。你这生意做得挺脏。邱启文一愣，立刻想退。瑞芝一步封住门口，动作不大，位置刚好，拿出证件面向邱启文。邱启文，跟我们回去。邱启文转身想冲，被瑞芝副手直接按住。干净利落，不多余。邱启文嘴硬：“我只是代办，我没杀人。”你当然没杀人，你杀的是他的身份，你杀的是他在制度里的权利。你以为这不算杀？那你为什么半夜3点跑诊所？为什么撕碎送件表？为什么复制他的卡去停尸间刷？邱启文的脸终于裂了一点。邱启文被带回去后，一开始还是嘴硬。我只是代办，我照流程做事，我没有杀人。
我没反驳，我只是把第一张纸放到他面前。凌晨3点12，登录地点那间小诊所文书端，账号外包窗口，操作内容死亡送件。我抬眼看他，你说你只是代办，那你解释一下，一个只是代办的人为什么要在凌晨3点12进系统？他张口想说话，我没给他机会。第二张纸又推过去，停尸间侧门刷卡记录，卡号顾成耀，时间凌晨3点26。再解释一下，你代办死亡，为什么还要让顾成耀本人出现在停尸间？我不知道，那不是我，有人指使我。我点头，像在夸他终于说了一句能用的。好，有人指使你，那我们来谈谈你真正做了什么。我把第3样东西推到他面前，不是文件，是证物袋，里面是一节很短的塑料束带，尾端还有一点点泥沙。这是从无名尸手腕压痕旁边取出来的，束带很新，结扣很干净，代表它不是正扎断的，是被你们绑好、摆好、放好。我停了1秒，声音更轻，这不是代办，这是处理人。邱启文喉结动了一下，那种动不是愤怒，是心虚。我又推过去第4张照片，不是脸，是指甲缝，脏得很固执，像洗不掉。你知道这种脏是什么吗？不是工地，不是机油，是长期睡在河堤边，手指会沾上的那种泥。我再放下第5张照片，尸体一角，一个被磨到起毛的小布章，上面印着社服单位的编号。你们挑的不是谁都可以，你们挑的是没人会追的，没人会报案的，死了也只会被系统写成编号的。你们用它去杀另一个人的身份。你说你没杀人？我真的没想杀他，我只是照他们说的做。我伸手把那份死亡送件表的碎纸轻轻点在他面前。送件人那栏写着邱启文。你不是指示，你是签名，你是把这件事送进制度的那只手。他额头开始冒汗，不是因为冷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，他不可能全身而退。你现在有2个版本可以选。版本1，你继续说你只是代办，那你就是主谋，因为所有流程都在你名下，你一个人扛。版本2，你告诉我无名尸是谁？你们怎么弄来的？你们怎么把他丢到河堤？我们就把你放进从犯那一栏。选一个。邱启文嘴唇发白，他看着那些照片，看着碎纸，看着束带，像被压扁一样吐出来。河堤那边的流浪汉，我们盯过他几天，没人找，没人报案，我们只需要一句够安静的。我没眨眼，视线像钉子钉在他脸上。谁动的手？邱启文肩膀一抖，像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在讲故事，是在交代命。不是我，我只负责送件、跑流程、把卡拿去刷。动手的是他们找的人，我可以给你名字，我什么都给。我点头，不是同情，是确认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编故事。旁边，瑞芝副手忍不住压低声音，小到像怕空气也听见。副队，你不是跟雨洁小姐关系很好，走很近吗？你知道她这么可怕吗？瑞芝更小声回应。不要太大声，被他听到就完了。她会对我怎样？他不会对你怎样，但他一定会对我怎样。我没有回头，视线依旧盯着邱启文，像什么都没听到。但下一秒，我伸手很轻很随意，像整理衣角一样，指尖却准确捏住瑞芝手臂上最痛的那一小块肉。瑞芝闷哼一声，嘴角抽了一下。瑞芝副手憋笑，他笑得很小声。我这才淡淡继续对着邱启文说：“继续，名字，联系方式，你们怎么把他的身份送进系统？一条一条说清楚。”
邱启文连连点头，像溺水的人抓到唯一一根绳子。睿智副手憋笑，更低声说：“副队，我跟着你做事也好几年了，可没见过你这么怂呢。”闭嘴！我手指又轻轻用力了一下。睿智和副手立刻安静。邱启文声音发抖，把细节一条条吐出来。他怎么找人？怎么把流浪汉弄走？怎么把尸体当成载体？怎么用诊所的窗口把死亡送进系统？怎么复制卡去刷停尸监测门？怎么把顾成耀出现过定进监控与记录里？我们会重新按无名尸流程查身份，也会通知社服单位跟相关单位处理后续。我点头，最后看着邱启文补了一句：“你以为你在玩制度？其实制度最擅长的就是慢慢把你这种人也吃掉，慢到你以为那不叫报应。”顾成耀的死亡被回滚，账户解冻，身份恢复，制度把他吐回活人那一边。他依旧惹人厌，但至少这次他学会收一点刺。他走到睿智面前，还是傲慢，却少了羞辱。这次算你们有用。睿智很客气。顾律师，保重，以后证件别乱放。顾成耀咬牙想回嘴，最后忍住。我们走出警局，走到路口，睿智忽然像想起什么，侧头看我。对了，你在他手机上做了什么？我停了半秒，嘴角压不住。我很少在别人面前露出这种坏笑，但睿智不一样。你看到了？我看到你笑，那种笑很危险。我把手插口袋，慢慢说。我只是顺便查到他账户有猫腻，每个月固定汇款到一个很隐蔽的账户，金额不大，但很规律。如果不是违法，为什么遮遮掩掩？睿智挑眉。所以我借查案之名拿了他手机，然后我发现他外遇，还包养，讯息很精彩，转账也很精彩。睿智愣了一秒，然后忍不住笑出声。你该不会……我看了看手表，坏坏的笑了一下。我只是提前安排了一点点提醒，时间到了，他老婆就会收到所有讯息。现在应该已经送出去了。睿智笑了一声。你太狠了。他笑完，一起眼逗我。你这样是因为他对我态度很差，不竟想帮我报仇？我立刻板起脸，板得很用力，像只要脸不红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想太多了。我停了一秒，视线故意飘开，不看他，语气还是硬的。我只是讨厌他，而且我讨厌有人拿制度当遮羞布。我又停一秒，我补得更快，像怕慢了就露馅。跟你没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睿智忍笑说着。哦，跟我没关系。我瞪他，瞪得像在警告他，再笑我就翻脸。你再笑，我就把你也丢进制度里。好，我不笑。他说不笑，嘴角还是翘。我直接扯开话题。案子破了，按照约定你要请我吃大餐了。好，你说了算。我眼睛亮了一下，我往前一步，踮起脚，手很自然地勾住他的脖子。从中午本来出来要买午餐，结果遇到你，陪你办案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吃，饿死了。走，我今天要吃好的。睿智被勾住也不躲，笑得很宠溺。行，你高兴就好。我哼一声。我们往街角走去，太阳已经准备下山，世界看起来很正常。但我知道，只要制度还在，活人被判死刑的案子就还会再发生。